到近期咧，好多人咧投訴我把聲啊，即係話好大嗰啲回音好散啊。咁問我做咩唔買咪咧？咁咧其實我係有買咪㗎，喺我前面啊支咪。我諗啦，係咪我坐得比較遠啦之前咁樣？咁咧我就諗住褪翻近少少咁樣講啦，會唔會好啲啦？咁係咯，咁我會好小心㗎啦，盡量令到大家聽落去冇咁辛苦啦。好，咁啊入翻正題啦。今日咧就係講點解第一個1000萬係咁難賺呢？即係我哋所謂香港人講嘅第一桶金啊。咁當然我都會講翻點樣去賺第一桶金啦，係咪？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嘅時候咧，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冇 long 咧，原來 YouTube 依家唔係好提你哋去睇片嘅，咁所以咧記得啦 click 翻個 long。咁根據呢個 Citibank 嘅研究報告指出啦，喺香港咧總共有434000人咧係有呢個1000萬嘅淨資產。咁即係簡單講句，每13個香港人裏面咧就有一個咧係千萬富翁。我所講嘅淨資產咧就唔計負債嘅。咁而呢個淨資產咧講係1000萬嘅港紙啦。當然啦，講緊1000萬咧，好多人都可能講，喂，以前嘅1000萬幾廿年前1000萬同依家都好唔同啦，係咪？咁啱嘅事實，但係對我嚟講仍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啦。而一個咧係劃分富有同埋不富有嘅重要嘅界線。簡單講句咧，如果你嘅淨資產係超過呢一個1000萬嘅話咧，其實係叫一個關鍵嘅突破位啦。咁喺呢一集我講嘅富裕咧，用1000萬嚟去衡量咧，咁我就冇特別去提一啲內心一啲非金錢上嘅富裕。呢一集係單純係 focus on 個 number 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興趣睇另外一方面嘅富裕嘅資料咧，咁其實以前我做過唔同嘅影片好多條噶啦，咁你哋可以睇翻。咁講到1000萬港紙個數咧係有幾難賺呢？就算連一啲萬富豪級嘅人咧，佢哋都會講話第一個嘅1000萬咧係好難，最難賺嘅1000萬。點解？因為咧擁有1000萬同埋賺1000萬咧，其實兩者係有分別嘅。咁其實咧通過儲蓄去累積1000萬咧，好多人咧係可以做到嘅。我講嘅可以做到，即係唔計幾長時間啦。即係講緊有啲人就算係老咗之後，咁佢係透過累積財富嘅方法咧，都可以累積到咧1000萬呢一個淨資產。但係如果講緊用一個大約10年左右嘅時間去累積到咧1000萬嘅淨資產嘅人咧，咁喺呢個世界上面咧就唔多啦。所以呢一個咧我唔會叫做係累積，呢一度咧我會叫佢哋係賺到1000萬。所以咧擁有1000萬同埋賺1000萬咧係兩樣嘢嚟嘅。咁當然啦，你可能會以為醫生啊、律師啊、做 banker 啊，即係一啲高薪厚職嘅人咧，就比較容易會累積到1000萬啦，係咪？咁其實咧我又唔會咁講話係一定，因為咧其實我都見到好多所謂嘅高薪一族啦，佢哋都未必可以做到10年之內咧就累積到1000萬嘅資產。咁呢個同佢嘅花費嘅支出有關啦。咁就算你係做生意嘅人，可能佢有1000萬嘅營業額，但係咧佢自己都冇1000萬嘅資產㗎，因為可能做生意嘅時候佢成本好多，支出好多啦。咁有啲人就講，我有層1000幾萬嘅樓，咁又未必係喎。如果你層樓有成70%都未供完嘅，咁其實你未供完嗰 part 係負債嚟嘅喎。咁呢啲咧全部都唔係咧千萬富翁嘅例子。咁咧我又想同你哋計一計數啦。咁如果咧係由呢個10萬變做係1000萬嘅話咧，其實嗰個數學嚟講咧係講緊9900% 嘅增幅。但係咧，當你咧去到1000萬嘅時候，再增加多1000萬咧，即係去到2000萬嘅時候咧，你嘅增幅只係需要100%。咁當你去到有2000萬資產嘅時候，由2000萬變到3000萬資產嘅時候咧，其實你講嘅增幅咧係50% 嘅啫。所以點解我會話1000萬係一個 check point 咧？因為你越多嘅資產，你再去滾存下一個1000萬咧就會快好多啦。而如果配合你日常嘅開支唔係好大嘅變動啦，仲有複息嘅力量啦，你條路真係會越行越快，即係所謂嘅有錢人越嚟越有錢啦。所以點解咁多人咧都想賺第一桶金，而第一桶金咧又係咁重要咧？而有1000萬嘅重要性咧，對我嚟講最重要係呢個選擇性。你個選擇性係多咗好多。其實咧好多有錢人咧，佢哋係都唔會投資一啲高風險嘅資產上面，因為佢哋個資本大啦，佢哋可以選擇嘅產品嘅種類咧就多咗好多。咁譬如佢投資1000萬喺一個
investment grade 好低風險嘅債券上面，佢持有呢個債券3年，而3年之後債券到期咧，呢個 YTM 啦，即係 yield to maturity 咧，係講緊有5.904% 嘅回報，即係話咧佢擺1000萬入去，每年咧佢就得到59萬咧利息。咁當然啦，呢度未計其他嘅使費啊或者交稅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呢個數咧其實係非常之可觀。咁而有錢人同埋非有錢人咧，佢哋個遊樂場咧係唔同嘅。譬如咁講啦，美股嘅 IPO 啦，一啲私募基金啦，或者係一啲 startup 嘅天使投資者即係 angel investor 啦，等等呢啲咁嘅投資機會咧，其實佢哋個入場門檻咧相對嚟講係高好多。咁但係對我嚟講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咧投資係講一個時機都好緊要嘅。你作為一個前期嘅投資者咧，你可以得到一個更好更高嘅回報嘅機會咧，係比一啲喺 secondary market 先買入呢個資產或者呢個投資嘅投資者咧，你個機會係大好多啦，你個獲利個比率咧個幅度可能係高好多啦。而本身財力好雄厚嘅人咧，佢哋都較少機會咧去擔心呢個經濟衰退啊或者經濟不景啊呢啲咁嘅影響啦。所以得到第一桶金之後咧，最重要嘅好處咧就係增加咗你嘅投資選擇性，你可以揀低啲嘅風險，亦都咧可以更早嘅入場機會，更多嘅投資機會俾你選擇，亦都係我之前講過嘅 fast track 啦，即係一個快線嘅財富通道啦。咁好，咁花咗好多時間講呢一個1000萬嘅好處，點樣去得到呢個1000萬呢？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咁咧平時咧 Ring 咧就做好多股票市場上面嘅分析影片啦。咁第一個方法最直接噶啦，就真係梗係 all in 買 GameStop 啦，係咪？咁啊梗係講笑啦，我又點會叫你 all in 買一隻咁嘅呢啲 meme stock 咧？其實最直接嘅點樣去得到呢個1000萬咧，就由3個方向諗啦。咁第一個方法咧，其實就係比較傳統啲嘅，即係穩陣型噶啦，就係用呢個儲蓄比例同埋呢個複息嘅效應，再加埋咧越早開始越好。咁你見到呢個表格啦，表格上面咧就係講緊由0去到1000萬你所需要嘅年期係幾多，而你去根據你每個月嘅儲蓄嘅金額啦，同埋咧市場上面唔同嘅回報率去計算嘅。咁例如啦，你儲蓄好少，只係儲蓄2000蚊嘅話咧，咁以10% 嘅回報嚟講，你就要用38年嘅時間咧去得到呢個1000萬啦。咁調翻轉啦，如果你儲得比較多嘅，咁你儲2萬蚊一個月，咁以10% 嘅回報嚟講咧，其實16年咧你就得到1000萬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想再快一啲去達成呢個1000萬嘅千萬富翁行列咧，咁你當然係可以努力去嘗試儲多啲啦。但係呢個重點就係講翻呢個複息效應啦。複息效應咧就係講緊，如果你呢個時間係越短嘅話咧，呢個複息嘅力量咧都會越少。所以就算我哋要做呢個儲蓄投資咧，呢個方法咧都要注意2個重點。第一就係時間，第二咧就係金額啦。如果你冇足夠嘅時間等呢個複息咧，將你嘅錢慢慢滾存嘅話咧，咁即係話你每個月所要儲蓄嘅金額咧，相對嚟講就要大好多啦。呢個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數學啦。講緊如果你每個月儲2萬蚊同埋5000蚊嘅分別咧，呢度係講緊4倍嘅分別。但係呢度比較有趣嘅就係咧，如果你有加入呢個複息效應嘅話咧，如果你每個月係儲5000蚊的話，你係唔需要用4倍嘅時間咧先至儲到1000萬嘅喎。如果你每個月係儲2萬蚊，同每個月去儲5000蚊，然後再去做呢個 compounding 嘅投資嘅計劃嘅話咧，其實佢哋相差只不過係1倍嘅時間。除咗你儲蓄金額係大定細之外，呢個時間咧就絕對係複息裡面嘅重點啦。如果你係由20歲就已經開始儲同埋投資嘅話，同你係40歲先開始爭咗20年嘅話咧，嗰個分別都可以非常之大。假設你由20歲開始，你每個月咧就儲2000蚊，再將佢咧去投資，而呢個年回報咧係7% 嘅話咧，喺40歲嘅時候咧，你已經有超過100萬嘅淨資產啦。但係如果你只係單單咁樣儲錢，唔做投資，唔做複息嘅話咧，你喺20年後只係俾到你48萬左右嘅現金嘅啫。所以複息咧就係一個幫你可以將你嘅錢更快嘅速度去倍增嘅一個重要工具。而時間咧就係你嘅最好幫手，佢幫你做咗一個最辛苦嘅工作。所以咧呢個複息嘅儲蓄計劃咧係必須要越早做就越好。不過單靠一個單一嘅收入來源啦，再扣除你平時嘅支出，然後先將剩低嘅再儲起投資
資嘅話咧，對我嚟講咧，呢一個係一個慢線版嘅財富道路啦。即係話咧，你可能需要花幾十年嘅時間咧，先至做到呢個千萬嘅效果。咁你如果你想學翻乜嘢係財富快線啦，同埋財富慢線嘅話咧，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段影片啦。咁上面有詳細咁樣教過噶啦。其實對我嚟講咧，我都喺唔同嘅影片都講咗幾次嘅。如果你係儲蓄方面係幫唔到你手，因為你收入係唔夠高，咁所以咧唯一嘅方法去幫你咧更快去達成呢個千萬嘅目標嘅話咧，其實係要增加唔同嘅收入來源，你每個月儲落嚟嘅錢咧係更多，而可以幫到你做到更多嘅投資。咁增加收入嘅來源咧，重點係唔可以將你嘅時間同你個收入咧有一個掛鈎。咁因為我哋係人嚟噶嘛，我哋人係有一個體力同埋時間嘅限制，仲有健康嘅限制，我哋冇可能係唔食唔瞓24小時7日一個星期，日日都去做嘢噶嘛。所以咧點樣去賺取呢個 passive income， 即係被動式收入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被動收入咧，除咗一啲好傳統大部分人都會知道嘅，譬如投資股票裡面嘅收嘅股息啦，或者係你有層樓你放租收翻嚟嘅租金啦，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被動收入。咁其實咧，隨住科技啊或者係互聯網嘅發達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形式嘅被動收入咧係可以創造到出嚟嘅。咁最常見就係版權嘅收入啦。咁如果你係一個創作者，無論你係個攝影師啊、畫家啊、藝術家啊或者音樂家等等啦，咁其實你嘅作品係可以做一個版權上面嘅收入啦。咁呢啲係非常之好嘅被動式收入之一。咁至於 blogger、vlogger 一啲即係喺網上或者係拍影片啊、寫網頁啊嘅一啲創作者嚟講，透過 share 佢哋所見所聞啦，咁佢哋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去 share 咗一啲資料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可以通過呢啲嘅渠道賺取唔同嘅被動式收入。咁好common 就係Google AdSense 啦，譬如 YouTube 啦，我哋 YouTuber 做影片嘅時候 Google 會分翻一啲廣告嘅收入俾我哋，或者你係可以同唔同嘅品牌做一啲廣告上面嘅合作啦，譬如 affiliate 嘅 link 啦，即時咧我成日叫你哋咧 click 翻下面咧去開戶連結嗰度，咁呢度都提下你哋，我頭先未提。咁咧如果你有興趣開戶口㗎，咁就可以順便 support 下咧呢個 Ring is Here 啦。咁下面有啲開戶連結，咁只要你咧成功開戶嘅話咧，平台會分翻少少嘅獎金俾 Ring is Here 啦。咁裡面有啲買美股送美股嘅平台啊，或者係免手續費嘅美股平台等等，咁你哋自己可以喺下面睇下啦。好啦，咁賣完廣告啦，咁我其實咧之前都做過另外一段影片啊，就呢度咁啊講我嘅7種每個月咧都會收取嘅收入。咁你哋咧如果想多少少嘅 idea 點樣去賺一啲被動式嘅收入啊，或者係其他嘅收入來源咧，可以睇一睇呢段影片。對我嚟講咧，開立多幾個嘅收入來源咧，先係一個最快同埋比較 direct， 仲有係最安全嘅方法去達成呢個千萬呢個 check point。點解我會話最安全呢？你試下諗下，如果你係打一份工嘅話，其實你嘅收入係操控喺少數人嘅手上。我以前喺銀行做嘢嗰陣時咧，已經有咁嘅諗法㗎啦。點解我嘅收入咧係取決於喺我嘅 team manager 或者係我 department head？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嗰幾個人嘅啫喎，即係佢哋寫唔寫你加唔加你人工啊，寫唔寫俾唔俾你 B 仔即係 bonus 啦。咁其實呢一啲都係我控制唔到啊。咁當然啦，我可以好控制去賣命啊，或者係表現好優秀，但係 at the end 都係操控喺數個人嘅手上面啦。所以對我嚟講，咁先係最冇保障嘅收入，因為咧我唔係100%我控制到。咁如果佢唔中意我，係咪即係我嘅收入都會有影響呢？對我嚟講，建立唔同嘅 income streams 啦，收入來源其實唔單止係幫你成為千萬富翁，或者係即係喺財富上面更進一步嘅方法。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即係因為我真係唔建議你將你嘅命運、你嘅金錢收入係單咁樣壓住喺幾個人嘅手上。我覺得係咁樣係危險。好，第三個方法呢，就係要減少一啲有錢人嘅支出。咁我點解講有錢人嘅支出呢？其實理財同埋達成富裕嘅重要一個步驟呢，就係先控制你嘅支出。你嘅支出同埋你呢啲支出嘅成本係點樣呢？減少一啲不必要嘅所謂嘅有錢人先會做嘅花費。咁大家都知我講咩㗎啦。咁我喺度就唔會再詳細咁列明啦。Social media 你哋通常見到啲人打卡影相嗰啲呢，對我嚟講其實一部分呢真係一啲無謂嘅開支嚟。真係要係做嗰樣打卡同埋去吸引人注意，個目的係為咗咩？如果你係唔擔得起有呢個咁嘅能力，咁當然冇問題。你收入唔高，但係你又要做一啲所謂有錢人先會做嘅花費呢，咁我覺得係唔需要。咁喺理財學另外一個比較簡
簡單嘅法則咧，因為我叫簡單嘅法則咧係好入門啦，就50-20-30嘅。咁呢個50-20-30咧，即係講話50% 嘅你嘅收入咧係花喺呢啲必須要係無可避免嘅支出上面。咁例如租啊、交通費啊、食咁樣啦，或者供樓啦。咁30% 嘅開支咧就可以花喺一啲個人上面，即係包括一啲學習啊、進修啊、娛樂啊等等啦。咁另外咧，你其實係建議最少呢個係 minimum 20% 要喺 saving 上面，即係儲蓄上面。我記得我以前咧做嘢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唔係強積金嚟嘅，似少少係公積金嗰啲啦。總之我哋就唔使供嘅，即係員工你可以選擇自己唔供款。咁但係我嘅做法係咩咧？我嗰陣時係自願性將要供款加大咗佢，呢個係我嘅目標之一嚟嘅，即係逼自己儲錢啦。所以我嘅儲蓄比率咧係遠高於頭先我講嘅20%。另外一方面，亦都係一個絕對冇必要嘅情況之下咧，都唔好建立任何嘅債務。咁債務有兩種嘅，好債同埋壞債啦。咁我以前做過另外一段影片教過，你可以去了解下。即係好嘅債係另外一個方法去 manage， 但係壞嘅債咧係應該要還清，同埋盡可能咧就唔好有壞嘅債。咁真係要有債務啦，你自己都要非常之清楚你自己個錢嘅成本係牽涉咗乜嘢咧。咁呢度泛指即係利息啦，有好多人都未知嗰個即係真實利率啊係幾多就借咗錢啦。咁呢個係絕對唔可以做啦。咁通常咧呢啲咁嘅壞債務嘅成本咧，通常會比你嘅市面上面一般嘅投資產品嘅回報為高嘅。既然佢嗰個債務成本係高過你嘅投資回報嘅話，我係會建議你喺做投資同埋做儲蓄之前咧，就要先還晒呢啲債務先，因為呢啲債務成本咧係唔會俾你嘅投資回報咧 cover 到嘅。好，第四個方法咧就係創業啦。咁呢個創業咧對我嚟講，當然唔係人會想做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揾到一樣嘢，你係好有熱情，亦都好中意去做，而你嘅中意嘅程度係可以推動到你成為嗰個專業嗰個領域裡面嘅權威，再將呢一樣嘢咧去轉化為自己一盤生意上，呢一個係非常之理想嘅嘢。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係一定難嘅。咁但係既然你有 passion， 你既然有能力嘅，咁 why not 去將你變成範疇裡面 number one。咁樣做咧，唔單止可以令到自己更加開心啦，亦都更加積極啦，去每日咁樣工作。Instead of 你做一份你完全冇興趣冇熱情嘅工上面，不如將你呢啲時間同精力咧花喺自己中意嘅嘢上面。咁喺創業嘅道路上面咧，其實應該好多人都聽過10次嘅生意經驗咧，通常咧有9次係失敗嘅，係咪？呢一個係好 common， 係大家都會諗，損失輸咗。但係我自己就唔會用呢啲咁嘅字眼去形容呢一個 situation。對我嚟講，你係試咗9次，而呢9次咧係證明到俾你聽，有9樣嘅方法咧係唔得嘅。喺呢個過程裡面，你學習到有啲嘢係唔可以咁樣行。所以對我嚟講，創業係一個嘗試去失敗嘅過程，而透過呢個失敗嘅經驗咧，你下一次會做好咗。咁講翻創業，我都有同你哋講過，咁未離開香港之前咧，咁其實我有做呢個 angel investor， 咁又係投資一個 startup 上面啦。咁到我依一家咧 Ringitia 都係一間公司啦。咁我將整個嘅 Ringitia 呢個平台連埋我另外一邊嘅事業啦，另外一邊事業係一啲教育嘅事業啦，同埋一啲科技上面啦 programming 嘅事業啦。咁我哋係將呢一個係擺埋喺一個公司旗下去做啦。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創業啦。咁遇到嘅問題咧係好多咁可能喺影片上面你哋唔覺啦。我成日都咁講，有問題係正常，有挫折咧都係正常。咁係問題係我哋點樣去透過個過程係學精咗啦，學識咗啦，下次做好啲啦。咁所以咧唔好感到驚訝咯。當你將呢一樣挫折同失敗咧係正常化嘅話咧，咁其實反而會個心態上面會容易啲去 handle，同埋做起嘢上嚟個學習嗰個心態會好啲咯。咁當然啦，如果你冇錢去創業，或者你已經係定性咗自己我唔係創業嘅材料，唔需要創業，你唔需要逼自己投資喺自己身上。投資喺自己身上咧，即係話花少量嘅錢啦，對比起你成立一間公司咧，呢個錢係會細好多啦。花呢啲錢喺學習，花呢啲錢喺買書，花一啲錢喺課程上面，總之係一啲可以鍛鍊到自己知識，改變到自己技能，令到自己變得更加有競爭力嘅嘢讀。而透過呢啲學習咧，可以係令到你獲得一啲更高收入嘅技能同埋知識。咁我呢度就唔係叫你讀個 MBA 攞多個碩士啊、雙學位，即係完全唔係呢啲。因為咧，我唔認為所有嘅技能咧都
都係平等。我認為某一啲技能呢，未來至少10年嚟講呢，會更加有價值。咁我以前亦都做過呢段影片，有幾個技能呢已經介紹過，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呢啲技能。咁你哋可以咧參考下 click 上去睇下。重點就係投資喺自己身上呢，最好嘅好處呢，就係呢一樣投資係永遠唔會蝕錢嘅，永遠係一個正增長。而投資喺自己身上學到嘅嘢呢，亦都冇人可以攞得走。咁我自己專業同埋興趣啦，都係喺理財啊、投資啊同埋金融業上面嘅嘢啦。咁我自己呢，亦都做咗個豬豬課程啦，上面呢，就教點樣去做股票估值，點樣去睇公司嘅財報年報啊，點樣去分析公司嘅財務數據等等呢啲咁嘅技巧同埋知識啦。咁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學多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入門，因為呢理財投資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技能，而理財同投資呢又係兩樣分別唔同嘅課門嚟嘅。而學咗呢啲知識呢，對你未來嘅財富增值呢係絕對有幫助。咁有興趣嘅話呢，亦都可以 click 下面去睇一睇啦。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第一桶金係咪好難賺呢？有冇其他嘅觀眾係已經成功賺咗第一桶金呢？可唔可以喺個留言區嗰度呢又分享下呢？咁如果你未賺到第一桶金，你嘅目標同埋你個計劃又係點樣呢？你覺得有啲乜嘢嘅方法會令你快啲賺到第一桶金呢？今日呢，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呢，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 share 啦。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long 啊。下次再見，拜拜。